如果只是一味的关注、一味的聊天、一味的抱怨、一味的一起骂，那叫做无效的沟通了。那什么是有效的沟通呢？那我们之前也看到，我提到那种有疗愈力的聊天啊，那如何在聊天的时候产生疗愈力，变成有治疗效果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主题式的分享。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这是过年了嘛，所以我分享一对对联。那中间这个门神呢是仁寿宫的门神特别的艺术感，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右边的这个对联写的关注同情多休息，认同附和一起骂。横批是无效聊天有时候你跟朋友跟家人聊了很久，那就是这种态度关注同情多休息，认同附和一起骂。那讲了2-3个小时，好像有得到一点精神上的疏解了，该讲的也都讲了，甚至重复的讲。然后过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好像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内容又要再一次，那你慢慢就会发现好像是叫做无效聊天所以呢，你1小时后还是这样聊，3个小时后呢，你还是这样聊，甚至10年后剧本不变连剧中的那个男主角、女主角都不变继续一样是这样子聊那这种无效聊天要怎么改善呢？方医师今天就提出呢，有疗愈力聊天的方法。那要做到有疗愈力的聊天呢，就要有4个看到。第一个，要看到案发现场的图像。什么是案发现场呢？也就是你心理创伤会让你创伤的那个场景。那个场景呢，是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那是什么气氛，吸引的感觉是什么？那因为这个心理创伤呢，这几年来你不断的要去掩藏它，跟人家说没事，要合理化它，说这是我的磨练，这是我人生的功课，然后甚至呢，你会去迁怒共犯，觉得呢什么什么事情我都很讨厌，最后呢产生推论，产生信念，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人生的人。第3个看到是我为了去弥补这个心理创伤，这几年来，甚至这一辈子来呢，我都含恨奋斗，努力去证明我是 OK 的，要去弥补这个心理的创伤。或者是我不奋斗了，我躲在一个受害者的舒适圈，我一直跟家人朋友证明说我受到无比巨大的伤害，所以我永远站不起来。最后呢，你要帮助他看到未来的图像。你希望你的人生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那个未来图像是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图像吗？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这些事情。首先呢，什么叫做案发现场的图像？你看这一张图，这张图呢是方医师另外一张作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杂草丛生嘛，那前面一堆杂草，后面一堆杂草。那我们人生心理的创伤有时候就像这张图一样有一点杂乱你都不晓得重点在哪里但是呢，这些很杂乱的东西呢，让你过不去，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心里非常的纠结，产生很多的焦虑。那你仔细看的时候原来这背后有一头牛呢。这一头牛吗？其实我在画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要这样子画，但是如果你用特殊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个牛找出来那牛会这样子画吗？所以有时候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场景就在这个一堆纷杂的画面里面所以我们要去捕捉的呢，就是那种有强烈的情感的心象。我们心里会留下来的呢，大部分都是或几乎都是带有强烈情感的图像。你想想看，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爸爸妈妈，甚至你的小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先想到一张图。那张图为什么被留下来呢？因为它携带着强烈的情感。
你看这位小朋友被骂了，骂到已经不像人了，然后呢，旁边用红色的血啊，来代表这么血腥的一个记忆。所以第一个啊，在跟有心理创伤的朋友或家人聊天的时候啊，千万啊，不要去理那一些非常庞杂的剧情，因为有时候讲下去啊，这个受害者啊，或者是这个抱怨者，他想要跟你讲一个非常大的故事啊，里面的人物啊，非常的复杂啊。至于谁对谁错呢？哇，这个就更难理清了。那你一旦陷入这种剧情版啊，你就走不出来的。你不只花1个小时啊，花1天啊，花1个礼拜都不够啊。所以不要去理非常庞杂的剧情。当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创伤，这是一个抱怨的时候，你只需要1张图像，你就帮助他说，你告诉我那个画面是什么，画面里面有谁，你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不用讲得很细，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探人家的隐私啊。有一位妇女说，她刚嫁去那个夫家的时候，哇，一些姑姑嫂嫂啊，那个阵仗很大，准备给她下马威了。那里面讲的言语之霸凌啊，她现在都忘不了。那整个那个人生的故事啊，缩减成那一幕，我们要处理的就是那一幕。你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不够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图像，一个很强烈情感的图像。那发生坏事以后啊，事情不会说过就过，一定会产生很多内心的挣扎。那这个坏事呢，坏事就是这么大而已，就是一张纪念的图片，你甚至都可以把它裱起来，放在家里的门口。但是这个坏事呢，会让你不断的去反刍它，你每天都在想，你有空就在想，你遇到好事也想，坏事也想，它占用你太多大脑的资源了，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啊。最后因为这个坏事啊，这个反刍啊，让你非常的痛苦，你开始想要隐藏它，把它包装起来，看不见了。所以你骗自己，骗别人说我没事了，我过去了，我 OK 的。可是你会发现哦，你还是不断的想，你还是不断的反刍，你还是不断的想跟人家抱怨或者分享这个悲惨的过去，所以没有真正的过去。甚至你用那种过度正向的方法来合理化这个坏事。你会说啊，这个合理的考验是训练，不合理的考验是磨练。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功课啊，是他看得起我，所以才给我这么大的考验的。那真的有时候把黑的讲成白的，把大便当作是便当，这叫做合理化。那除此以外啊，你对于这些坏事啊，它的共犯无辜的共犯比如说当天一起来吵架的朋友，或者是吵架的那个餐厅，吵架的地点，甚至吵架的那个地方的味道，你一并讨厌你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就让你想起这个坏事，所以你就会很难过。这叫做共犯，无辜的共犯，你会迁怒这个共犯。最后因为遇到1次、2次、3次类似的坏事，所以你推论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呢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推论产生的信仰左右你，决定你的后半段的人生。所以呢，这就是发生坏事以后内心的挣扎所产生的剧场。那我们要帮助那个抱怨者、受害者看到了你从那一个事情以后，你这10几年来呢，你走的路，你做的手段就是这些事情。那有人呢不会坐以待毙的有人发生坏事以后，比如说曾经被人家取笑，那有一些妇女小时候童年生活很辛苦，然后嫁个这个夫家以后又没有很照顾她，甚至是屈辱她。那这个不甘心屈辱的过去逼她一定要努力的奋斗1天当2天用。然后这么奋斗的结果呢，终于被他拼出个成功来。那这种含恨的奋斗特别容易成功比爱还有更大的力量。那这种成功甜不甜？这种成功不甜这种成功是为了报仇用的。
那发生坏事以后呢，有些人是不拼了哦，不奋斗了哦，他会待在一个受害者的舒适圈里面，因为他的人生呢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坏事他本来的确是被这个坏事压得扁扁的哦，压得没有办法活动哦，压得自暴自弃，然后觉得没有希望。可是过了几年，他发现他只要一直待在这个坏事底下，他就可以不用做任何努力了，甚至可以情绪勒索别人。所以他得到关注，他得到同情，他得到减少责任感。那他用一只手撑住这个坏事然后轻轻松松的过日子。方医师没有去责怪受害者哦，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或潜意识里面躲在受害者的舒适圈里面，然后不想继续奋斗。那最后要看到的第4个是什么？就是要看到未来的光那这张图呢，你看呢，阳光在后面那几颗龙柏已经被照得红红的、黄黄的，那白色的光整个透过来那你要帮助抱怨者、受害者能够看到未来的光。如果没有未来的这个影像去指引他的话，那你就算是离开了那个受害的圈圈，又能够走到哪里去呢？所以一方面你看清楚自己的挣扎，一方面你要给他一个未来的影像、未来的景象、未来的憧憬，让你可以指引你走出那个坑来。那什么是有效的沟通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如果只是一味的关注，一味的聊天，一味的抱怨，一味的一起骂，那叫做无效的沟通无效沟通也是沟通至少可以满足心理的基本需求那如果我们想要从60分变成90分、100分，我们就要做有效的沟通那有效沟通呢，没有什么技巧就是这4个看到第一个看到就是把事件繁杂的事件、模模糊糊的情绪变成一张图像。你不要陷入那种细节、故事的细节在那边挣扎，不要去陷入那种很繁杂的剧情结构里面。你把所有复杂的事情变成单纯的、最重要的、心里面会浮现的图像。第二个看到是，你要知道这个心理的创伤，这几年来你做了很多手段，为了让你心里能够舒服一点、平衡一点，所做的一些挣扎的手段，包含隐藏、合理化、跟共犯以及推论。这个内心的剧场，你要帮助他看到。最后呢，因为这样的创伤呢，你含恨奋斗，或者是不奋斗的，躲在舒适圈里，所以这几年一蹶不振，那也要帮助他看到。最后呢，你一起来设想未来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那个图像是什么？你在什么场景？有一个受家暴的妇女说，她有2个未来的图像。第一个，她说她想象躺在一个房间里面，都没有家具，也没有别人，然后她可以很轻松的、没有被干扰的躺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听的是非常的感动她对于未来的需求竟然只有能够一个人轻轻松松的躺在一个房间里面的那一种希望而已第二个，我就鼓励他比较积极一点的图像是什么？他看到一个画面，他背着背包，一个人在日本自助旅行那他看到了这个未来的图像。这4个看到呢，会有效的帮助受害者了解问题是什么，如何走出来。最后方医师提到看到就是处理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像佛陀每次有僧侣跟他诉苦心理上的问题，他就说你就去静坐。那所有的问题呢，他都说你就是去静坐。所以1万多个僧侣几乎整天都在静坐那静坐就是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光是看到了就是处理了。所以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集合在广场上，然后佛陀当做一个老师就会讲一些话来鼓励大家。所以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没有神丹妙药，没有一帖药吃了以后什么样都是好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看到问题。所以方医师说，看到即是处理啊。刚刚提到的4个看到，就是处理心理创伤的方法。那我有3个他了哈。第一个是承认它，承认我有心理创伤了，承认这个心理创伤影响我非常的大，害我生活受到限制，害我人生呢走不出去。所以第一个就是承认它，承认什么？承认我有心理创伤和它的影响。那等到你有更大的心灵能量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个4个看到。那自己做不到呢，朋友帮他做到，一起看到。所以承认它，看到它，最后呢就会平衡了。人生没有纯黑或纯白的，大部分都是灰的，是七彩的。那我们不要讲没有它，没有它好像没发生这件事情一样，我们就说平衡它，有黑有白的平衡它。那以上呢就是方医师分享的，用看到来有效的做疗愈的沟通。希望各位这一集能够带给各位收获，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